强大的力量、灵活的身姿、凶猛的捕食技巧，赋予了它们无与伦比的捕食能力。作为自然界中最凶猛的捕食者之一，猫科动物一直占据着头等地位，而老虎更是现如今所有猫科动物中的佼佼者。老虎又名 Panthera tigris， 和狮子一样，是隶属于猫科豹亚科的大型猛兽，是亚欧大陆上的顶级掠食者。老虎共有9个亚种，它们体型差距极大。不过，无论是体型最小的苏门答腊虎，还是数量最稀少的华南虎，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各自生态圈中的顶级掠食者。老虎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上，从最北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到最南端的东南亚马来群岛都有它们的分布。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各自的特点吧。首先是东北虎 Panthera tigris altaica， 又名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作为现如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雄性体型一般在180至320公斤及400至700磅之间，雌性体型一般在100至170公斤及220至375磅左右。雄性包含尾巴的平均长度通常为280到350厘米左右，而雌性体型较小，体长约为240到270厘米左右。其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由于东北虎主要栖息于严酷的寒冷地带，因此它们具有厚厚的浅橙色皮毛，黑色条纹较少且较浅，腹部为白色。厚厚的皮毛有助于它们在寒冷的气候中生存。其次是孟加拉虎 Panthera tigris tigris， 作为现如今数量最多的老虎亚种，雄性体型一般在220至300公斤及485至650磅左右，雌性一般在100至181公斤及220至399磅左右。雄性包含尾巴的体长约为270至310厘米左右，雌性包含尾部的体长约240至270厘米左右。孟加拉虎皮毛呈浅橙色，毛比北方的老虎短，有宽阔的黑色条纹，腹部为白色。它们以独特的条纹图案而闻名，每只老虎的条纹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肌肉发达，头部较大，四肢强壮有力。它们原产于印度次大陆，在多个国家都有分布。这些老虎遍布亚洲各地，主要分布在印度、缅甸、孟加拉国、不丹和尼泊尔的森林和红树林沼泽中。孟加拉虎本质上是独居动物，只有在食物供应充足和繁衍期间等特殊情况下才会临时聚集。孟加拉虎种群目前被列为濒危物种，亚洲各地仍有约4500只野生孟加拉虎，它们约占整个野生虎种群的一半，使它们成为数量最多的老虎亚种。然后是印度支那虎 Panthera tigris corbeti， 又称东南亚虎、印支虎、科比特虎，它们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印度支那虎比西伯利亚虎或孟加拉虎等一些同类体型要小一些，雄性体重约为150到195公斤及330至430磅，雌性体重在100至130公斤及220至287磅左右。雄性包含尾巴的体长一般约255至285厘米，雌性包含尾部的体长一般约为230至255厘米。与孟加拉虎相比，这些老虎通常颜色较深，条纹较窄。印度支那虎主要栖息于东南亚部分地区，包括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之后就是苏门答腊虎了 Panthera tigris sumatri。 苏门答腊虎是现存老虎亚种中最小的老虎，雄性通常体重在100至140公斤之间，约220磅至310磅。雌性老虎的体重稍轻，平均在75公斤至110公斤之间，约165磅至243磅。雄性苏门答腊虎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220至255厘米左右，雌性从头到尾的平均长度约为210至240厘米左右。苏门答腊虎皮毛呈深橙色，有密集的黑色条纹，它们的胡须和鬃毛更多，尤其是雄性，这可能可以帮助它们在茂密的森林环境中更好地隐藏以捕获猎物。苏门答腊虎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特有的老虎亚种，同时也是巽他群岛群3大老虎亚种中唯一幸存的成员，而它也是目前印尼境内仅存的唯一一个老虎亚种。同时，巴厘虎 Panthera tigris bellica 和爪哇虎 Panthera tigris sandaica 这2个老虎亚种是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爪哇岛的特有物种。
巴里虎在20世纪40年代灭绝，而爪哇虎也在20世纪70年代灭绝。还有就是里海虎 Panthera tigris virgata， 里海虎原产于土耳其东部、伊朗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里海周围的高加索地区，于20世纪中叶灭绝。这些动物以体型庞大而闻名，雄性体长可达3米左右。可惜的是，现如今巴里虎、爪哇虎和里海虎已经完全灭绝。无论是在野外动物园还是自然保护区中，都已经没有已知的个体残存了。然后就是马来亚虎 Panthera tigris jacksoniana。 马来亚虎是原产于马来半岛和泰国最南端的老虎亚种，雄性成年的体重通常为100至140公斤，即220至310磅，雌性老虎稍轻，体重在约77至108公斤，即170至240磅之间。雄性平均体长从头到尾长达240到270厘米左右，雌性平均体长从头到尾的长度约为210到240厘米左右。马来虎外观与印度支那虎相似，但体型较小。它们在鲜艳的橙色皮毛上有明显而密集的黑色条纹。马来虎主要栖息在马来半岛茂密的热带森林中，马来亚虎主要分布于马来半岛南部和中部。最后就是华南虎 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 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老虎亚种，成年雄性的体重约为130至180公斤，即287至397磅左右，雌性体重约为100至120公斤，即220至265磅左右。雄性包含尾部的平均体长约为230至270厘米左右，雌性包含尾部的平均体长约为230至250厘米左右。华南虎与其他陆地亚种相比，这些老虎体型偏小，体重也较轻。它们的头宽而短且圆，皮毛呈亮金橙色，条纹宽而密。历史上，华南虎主要栖息在中国中部和西南部的森林、丘陵和山区，横跨福建、广东、湖南和江西等省份，主要生活在热带雨林和常绿阔叶林中。尽管华南虎曾经很常见，但不幸的是，自1988年以来，野外就没有观测到有华南虎的记录。截至目前，该亚种被认为在野外已经灭绝，而剩下的华南虎只能在圈养中生存。同时，在2003年，由当时被称为中国虎女的权利所发起的华南虎野化计划，不同于其他人的将华南虎放归本土，权利提出将华南虎送到南非进行野化训练，待恢复野性后再送回国内原产地。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虎啸非洲的由来。权利先后共从中国引入5只华南虎，但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和其他意外原因，先后有2只老虎意外死亡。不过，华南虎的繁殖工作还算比较顺利，于2007老虎谷出生了第1只华南虎幼崽虎都。到2012年底，老虎谷共出生14只幼崽，其中11只成功长大，并参与下一代繁殖。截止至2020年底，南非老虎谷内圈养的华南虎已有18只。从表面上看，权利的华南虎野化项目很成功，而实际上，南非老虎谷就相当于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园。权利和其团队通过个人以及募集的资金，在南非购买了3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建立华南虎野化训练基地。而老虎野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虎摆脱对人的依赖，实现适应环境的目的。而老虎谷内的老虎却无法接触到老虎谷外的野生动物和适应当地的生态圈，食物都是由团队所提供的有蹄类动物。虽然南非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实施野化，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华南虎的原始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外界对这种异域野化计划的效果一直存在质疑。而首批野化华南虎原定于2008年返回中国，实际上2012年权利夫妇的离婚却导致老虎谷的那批华南虎从此滞留海外。此后，权利也没有继续跟进这批老虎的野化项目。从这之后，就很少能得到有关权利老虎谷内华南虎的消息。而有趣的是，最初权利邀请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约翰·瓦提参与这个项目，但很快权利指控约翰·瓦提挪用基金会的资金用于购买个人地产，于是，在2002年将约翰·瓦提踢出了这个项目。不过，瓦提在解除与权利的合作后，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也很快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也成立了另一个老虎谷。需要注意的是，权利的老虎谷称为 Lohu Valley，
而瓦提的老虎谷称为 Tiger Canyon， 这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老虎谷了。与权力的老虎谷不同的是，瓦提的老虎谷内的老虎为具有西伯利亚虎血统的孟加拉虎，他先后引进了4只混种孟加拉虎，繁衍至今。同时，瓦提也先后把他训练和繁衍老虎的故事拍成了2部纪录片，分别是《与虎同行》和《老虎的私生活》。所以，虎啸非洲的故事大多数都来源于这2部纪录片中。所以，我们也偶尔能看到有关老虎谷内老虎生活的资讯。这就是老虎亚种的基本信息了。而老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在南方的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以至北方的落叶阔叶林和真阔叶混交林都能很好的生活。老虎常常单独活动，无固定巢穴，多在山林间游荡觅食，也擅长游泳。老虎的前额黑纹颇似汉字中的王字，更显得异常威武，因此被誉为山中之王或兽中之王。老虎是顶级捕食者，主要以大型有蹄类动物为食，包含鹿、野猪、水牛等，而猴子、棕熊、花豹甚至鳄鱼也都是它的猎物。如今，老虎的生存环境严酷，不像狮子以其复杂的社会结构而闻名。老虎常常单独活动，只有在繁殖季节，雌雄才会在一起生活。同时，老虎幼崽与狮子幼崽不同，老虎幼崽通常过着更孤独的生活。它们更加独立和自力更生，通常在母亲的监护下，从小就开始狩猎，然后分开独自生活。老虎幼崽更能适应不同的栖息地，包括森林、草原和沼泽。老虎白天多潜伏休息，没有惊动则很少出来。虎的活动范围较大，在北方捕猎范围可达数十千米，在南方因食物较多，则活动距离较短。尤其是印度多个保护区内，老虎的密度更是惊人。而本片我们的故事老虎百兽之王也将从这里拉开序幕。在印度班迪普尔国家公园的深处，一处隐蔽的丛林中，一只雌虎刚刚产下了几只小虎崽，而其中一只雄性幼虎赛博，毛色斑斓，幼小的眼神中却闪烁着与生俱来的野性和智慧，仿佛象征着新一轮的烈日即将从此的升起。而他的父亲则是这片土地上无人能敌的虎王乔恩。在这片土地上，虎王乔恩为新生的幼崽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幼虎们在父亲的庇护下茁壮成长。随着日子的流逝，赛博和他的兄弟姐妹开始一天天长大，嬉戏打闹的时光转眼即逝。他们的母亲很早就开始传授他们捕猎的技巧，为了能在这片土地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要学会强大自己。虽然一开始的成长需要付出很多代价，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一位强大的父亲，能够给予他们充足的成长空间。然而，班迪普尔的丛林并不总是平静的，保护区是老虎的避难所，但其丰富的资源却是有代价的。老虎的密度过大，所以经常导致激烈的战斗，领土争斗时常发生。虎王虽然强大，但岁月和战斗留下的伤痕却开始逐渐影响他的力量。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挑战打破了平衡。一只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雄虎闯入了乔恩的领地，向虎王发起了挑战。尽管虎王奋力抵抗，但最终败给了年轻的力量。赛博也未能等到长大后被父亲驱逐去独立闯荡的那一天，在混乱中，他和兄弟姐妹狼狈地逃出了熟悉的领地，被迫踏上未知的旅程。赛博还属于一只亚成年雄虎，他的旅途将危险重重，每一步都是在对未来的挑战，每一步都是对他力量和智慧的考验。赛博穿越了茂密的森林和险恶的地形，在老虎世界复杂的社会等级中一步步前行。在高密度的自然保护区，每一块领地都存在竞争。赛博学会了精准狩猎，为不可避免的对抗保存体力。慢慢的，他的肌肉变得更强壮，直觉也更敏锐。他身上也开始伤痕累累，每一处伤痕都象征着他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他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长大了。他的勇气和智慧帮助他在逆境中生存下来。随着他跨越一个个雄虎的领地，经历着一场场战斗，他的威名开始在丛林中流传。他不再是那个离开家年幼无知的幼崽了，赛博已经成长为一头雄壮的成年虎，成为了许多雌虎的追求对象。然而，赛博没有沉迷于一时的胜利，而是选择不断出击。
随着赛博占领一个个领地，不断拓展着他的王国，终于有一天，他回到了他的故乡。曾经在他心中强大的入侵者，如今早已不是他的对手。赛博的威名流传于这片保护区中，双方仅仅交手几招，对方就被打得落荒而逃。赛博统一了这片区域，成为了这片保护区中绝对的王者。过往的岁月徘徊着他的怒吼，回荡于这片保护区中，宣告他的统治。不过，他的传说还远远没有结束，他还在不断向未知区域发动征程，述说着他的传奇虎王故事。这就是本篇老虎百兽之王的内容了。我是于越，我们下期再见吧。